电影而电视剧失败的讨论几乎很难避过选角这个话题，特别是原著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，每当选角公布后，几乎都能引发原著党的强烈反对。还记得关晓彤和宋威龙合作的那部《凤求凰》吧？都过去2年了，容止剧照底下依然被书粉们的意难平霸占着前排热评。海外的迪士尼真人版小美人鱼确认由哈里贝里出演女主角后，观众的愤怒甚至波及到了线下的丹麦小美人鱼的铜像。当然，除了小说以外，总是被无限次翻拍的经典影视剧，每一次选角也免不了和优秀的前辈作品进行对比。像楚留香、小龙女这些高频翻拍剧里的核心角色，都是选角失败的车祸重灾区。话虽这么说，还是有很多选角失败的影片在正片播出后顺利变成神仙选角的代表。接下来咱们就来重点来看看，现在口碑不错的东宫在公布选角那会儿可是被吐槽得很惨。东宫是圈内有名的虐文代表，主角李成银多年盘踞腹黑男主榜首，后来被掌中之物的傅盛行超越。早在东宫正式确定影视化之前，各种泛制视频就层出不穷，其中刘诗诗、胡歌版的播放量破100万。正因为书粉足够多，所以何时搬上荧幕，谁来演都备受关注。那时范冰冰风头正盛，她与唐德合作的《武媚娘传奇》收视极高，话题度和网播量都不俗。于正也有意改编东宫，正好唐德想复制《武媚娘传奇》的成功，就这样范冰冰出演女1号小凤的消息传开。配合范冰冰的咖位，男1号自然要从一线男星里选。随后几个官方号纷纷宣称李承铉已经定下了陈坤，粉丝们可以期待成片了。怎么说呢？除了陈坤被6分以外，杨洋、赵丽颖、林心如也未能幸免。结果谁都没想到，这部剧最后采用了24K 纯新人彭小苒。等等，仔细一看，这不是老九门爱上2月红的霸道大吐司吗？还记得剧播之时，痴情的蜀海禅当时令 CP 粉们心疼不已，在一起的呼声高过原配，但最终还是难逃白月光的命运。即便有这样的滤镜在，大家对他出演曲小凤还是很不满的，几乎所有原著粉都奋起抵制，彭小苒被骂网红脸。从主持人转型当演员的他，演技外形都不被看好。男主陈星旭呢，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定妆照被嫌丑，演技被怀疑。就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，东宫播出了。彭小苒古装美翻，陈星旭的眼神戏很足，播放量更是轻轻松松的就破了亿。东宫女孩至今还没出坑，这反差真是绝了。同样被唱衰的还有银宝，出演超级经典的甜宠剧《杉杉来了》那会儿，赵丽颖的选角受到原著作者大力反对，当时她被黑得很惨，而且名气也没有现在大。顾漫觉得赵丽颖咖位配不上她的小说，甚至还在社交平台冷嘲热讽。不少网友也嫌弃赵丽颖，觉得她看起来很有心机，演不了傻白甜的女主角。然而却被事实再一次打了脸。赵丽颖饰演的薛杉杉，包子脸、丸子头，一脸的单纯可爱。这边刚给女生献了血，转头就被总裁盯上了，糊里糊涂进了公司，糊里糊涂的接受来自总裁的投喂。客观来说，杉杉来了的剧情并不算多么出彩，可赵丽颖却硬是凭借自己放松又自然的演技，把一个傻白甜薛杉杉演活了，把剧演火了。偶尔几个瞬间，甚至连油腻霸总都在小赵清新是傻白甜的表演下顺眼了很多。最后赵丽颖还顺便替傻白甜标签正了一下名，毋庸置疑，赵丽颖就是薛杉杉本山。仔细看才知道，原来很多大火的剧在播出前选角都被吐槽过，像是火爆了一整个夏天的琉璃。这部剧改编自热门仙侠小说《琉璃美人煞》，确定要影视化时就引起高度重视。当初确定主演为程毅和袁冰妍时，同样被原著粉骂翻，大家认为两人颜值低又没有名气，撑不起角色。结果呢，大写的真相现场，楚玄机，你始终是个没有心的人。现在还有谁敢说程毅长得丑呢？袁冰妍呢，也把呆萌与霸气两面形象完美诠释，他们俩的组合太适合了，有没有？一开始选角被骂惨的还有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刚看到剧照片花时，有多少人笑过赵又廷的古装扮相呢？在原著小说中，夜华是帅出天际的美男子，所以在公布了演员名单后，不少网友就表示对赵又廷的颜值提出了质疑。随着赵又廷的长发造型一曝光，更是引来原著粉的一片吐槽，还嫌弃他完全没有仙侠剧古装美男的气质。就连赵又廷本人对自己的长发造型也无所适从。黑发魔男传
可是，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播出后没多久，不少人对夜华的态度就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变。一个人分饰两角，明明一样的样貌，就是给人不同的感觉。莫言醒了回来那一刻，7万年沧海桑田，穿越人海，只看你的眼神，泛着泪光，但又燃烧希望。听到白浅是未婚夫，1秒钟停顿，暗淡下来的神情虐哭我们，一个眼神就够。播出前吐槽不断，结果越看越好看，整容般的演技果然不是盖的。真香！杨紫出演紧密那会儿也被质疑过，作为年轻一代演员当中的翘楚，杨紫的演技自然是不用多说。此次在香蜜中之所以会有很大的争论，主要原因在于她的颜值。很多人认为杨紫的长相明明很普通，却老是演这种绝世美女，有点接受不了。比如之前的白蛇，尤其是在青云志中出演了一回陆雪琪，杨紫曾一度被喷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吐槽原声的，我一直都没觉得我异性好，异性好怎么会都变成哥们儿？实际上，关于杨紫的颜值问题，大家公认的是没有很漂亮，但也绝对不会是不好看。而且杨紫为了演好锦觅这个角色，据说是减肥了10多斤，所以在这部剧中一露面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杨紫瘦了很多。平心而论，杨紫在香蜜的形象确实没有很惊艳，但比之前在天机和青云志中却要实实在在好看很多。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香蜜女主一开始的人设是可爱蠢萌的那种，杨紫有演技，再加上本身性格也有点类似，所以演这个角色很合适。不得不说，她和邓伦的戏真是太甜了，不管是把男主当做乌鸦打算炖着吃，甚至是差一点就剁了男主的命根子，以及无意中让男主喝了洗脚水等等等，这些情节杨紫都演出了一种天真烂漫、懵懂无知的感觉。哎呀，啥都不说了，恩刷走起。都说到杨紫了，怎么能不说说李现呢？刚出的童颜夫妇可是圈了不少粉，李现一下子成了当红流量小生，一时之间风头无人能及。其实，在电视剧刚播出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粉丝直言李现不适合这个角色，因为他不是那种大众审美下的帅哥，会把韩商言演成车祸现场。不过好在李现用他的演技证明了他不是最帅的，但却是最适合演韩商言的。前期面对童年时冷酷的真想揍他，但后面发现他不只是对童年这样，而是对所有人都是不要靠近我，让身边人恨不得退避三舍。看到后期发现韩商言对童年是不一样的，他逐渐被童年的善良天真融化，变得患得患失，甚至会主动聊童年。这一系列变化都不好演，但是李现却用自己的演技完美表现了出来。老韩老干部的形象也逐渐深入人心，甚至还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现男友的热潮。播出前被骂惨，播出后真香的还有陈建斌老师，他主演的《甄嬛传》改编自刘恋子所著的同名小说，原著是架空历史，并且更像是玛丽苏言情文。最重要的是，小说里的皇帝可是个盛世美颜大帅哥呢，所以当时公布选角是陈建斌时，大家都觉得导演在开玩笑。公布选角和丁庄照那会儿更是被骂翻，大家都说肯定是部制作粗糙、造型阳春的古装剧，结果后来狂打脸，《甄嬛传》一跃成为最好看的宫斗剧，从2011年上映以来，一直是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，更留下甄嬛一出谁与争锋的美谈。接下来说的这部剧，大多数人可能猜不到，那就是口碑极高的《棋魂》。这是一部改编自许多人心中的动漫 No.1 麒麟王。首先，一般漫改剧本来就吃力不讨好，如果无法还原大家心目中的角色形象，或者是剧情魔改，很容易就被全网黑。不出意料，《棋魂》开播初期，楚莹也就是漫画中的左为就被吐槽扮相太丑。然而追了几集之后，大家都被张超饰演的楚莹圈粉了。她一开始的妆容让人无法接受，但角色塑造的实在太可爱，成为剧中最热门的角色。《棋魂》真的是从选角狂唱衰到后来选角被狂赞的经典例子。赶时髦的鬓边定角黄晓明和尹正时，同样被嫌到谷底。黄晓明的油腻霸总气质让人不敢看，尹正也不是传统定义的帅哥。但同样追火之后，真香！黄晓明凭借该剧摆脱油腻霸总形象，还被大赞非常有魅力，而且和尹正意外有 CP 感。当初看两人站在一起，怎么都想象不出来的 CP 感，竟然在鬓边完美出现了。此处不得不佩服死丫头选人的眼光。果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看来下次遇到不确定的选角还是有点耐心的，说不定就真香了呢。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姨太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